近期，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新和平方案持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针对这个停火路线图，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几经反复。那么，想请教王先生，您怎么看待以色列的态度？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实际上，以色列自己也是又想同意，但是又不敢同意啊。原因一个呢是现在的加沙的冲突情况，在以色列国内来讲，应当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因为以色列国内它的经济情况实际上已经很难继续长期的支撑这个冲突。另外呢，以色列国内它由于战争的持续，造成了前线士兵的这个大量的伤亡，那么也激发了以色列国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色列世俗派和以色列的这个极端正统派参军问题。那么同时呢，也爆发了一些以色列部队的一些腐败性的事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有问题啊，然后前线的这个士兵他要自己保养枪支，如果出现了这个武器的损毁，他要士兵自己掏钱去补偿，所以一下子激起了很多社会的问题。所以说，实际上以色列政府是希望找一个坎儿下去，把这冲突体面的结束。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是占据主导性的，在话语这个舆论上也是占据主导性。所以说呢，这些的呼声是要求继续进行军事冲突啊，不要停，未来就这个一仗解决未来几百年的这个安危问题。所以说现在的以色列就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地。目前内塔尼亚胡也是多面承压吧，未来以色列国内政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走向？整体来讲，内塔尼亚胡呢可能是现在各方面都不太喜欢的。那么在这个以色列国内，极右翼也不喜欢，觉得他不够强硬。那么温和派就更不要讲了，左翼和温和派特别讨厌他，觉得这个人是个战争贩子。那么美国现在也觉得他也不行，美国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战争的结束加沙冲突的一个绊脚石，也不喜欢他。但是喜欢不喜欢还是存在一个问题，谁来取代他的问题。他是现在唯一的能够把极右翼的跟中间的力量结合起来的。那么除了他之外，不管是这个中间派的力量，还是极右翼的力量，还是这个左翼的力量，没有人能够推选出一个就是大家都能够公认的、都能够接受的一个领袖出来，这是现在他的一个麻烦。但总体来讲，过去的30多年来，以色列的整个政治是在向右翼化的方向发展，所以他在这个加沙和谈问题上，在这个巴以和平上的动力越来越弱，兴趣越来越少，这也是现在巴以冲突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我们也看到报道，内塔尼亚胡呢会在7月24号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在美国来讲这其实是给了很大的面子。美国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这么不听美国的话，还要给他这么大的面子？不管以色列在微操作上怎么处理，这个美以两国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邀请内塔尼亚胡来美国做演讲，也表现了美国对于以色列这个盟友的支持。这次邀请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是国会邀请，而不是拜登政府邀请。而且呢，内塔尼亚胡来呢，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是国会绕开拜登政府，背后主导力量应该是共和党，还有以色列的院外集团，他们绕开了拜登政府，直接把这个内塔尼亚胡塞到国会去做演讲，这其实是在给拜登上眼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也看到呢，有哈马斯高官也已经明确拒绝了新的和平提议。准确的表达是呢，哈马斯在以方没有做出永久撤军和全面停火的承诺的情况下，不会接受新的和平提议。哈马斯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立场呢？确实，在哈马斯看来，在未来的这个协议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分歧。哈马斯主要的想法，最理想的状态，他就是希望通过一个短期的协议，然后有各方的保证，达成一个长期的和平意向，同时呢，把它回复到这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按照以色列的这个想法来说，怎么可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哈马斯实际上确实在谈判当中，他也拿不到他想要的那个最佳的结果。因此，很多的谈判他的立场会出现这种前后摇摆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他的筹码很少，也就是这个人质。而且问题是，按照以色列情报机构的估计，他确实还有100多个被扣押人员在他手里，但是活着的可能就10来个人了。所以说，他只能靠着这个剩下的这一点，希望能同以色列搏一把，希望能从越来越多的这个占据一些主动权。但是从现在来看，这些先机都在不断的丧失，哈马斯的这个筹码的变少，可能哈马斯只剩下武装抵抗一条路，那就是和以色列耗，看谁先耗不动。加沙之战也打了大半年了，时不时呢就会传出停火有望的消息，但实际上呢每次都没有下文。这一次美国的努力是不是又白费了，王先生？不管是从以色列方面，还是从美国方面，还是从哈马斯方面，其实都有很强大的要停火的、要谈判的意愿，大家都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问题是，或者说困难就在于双方的这个停火的条件，这个要价差别不一样，所以中间有很大的这个代沟需要谈判。但我想这个它本身是一个不断的博弈的一个过程。美国在中东的存在，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长期的偏袒，而且是没有底线、没有原则的这样一种偏袒，实际上是造成了巴以长期这种血腥冲突的，我觉得一个深层次的根源。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深层次的根源不能够改变的话，如果美国始终是没有底线的支持以色列，那么这个问题是无解的。那么，如果拜登提出的新停火协议还是无果而终的话，会给他的选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王先生，当然会给他带来这个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呢，就是说拜登他推出这个协议的一个主要的考虑是希望加分，就重新赢得美国的少数族裔，包括穆斯林、包括阿拉伯裔、包括有色人种的一个支持，包括左翼的一个支持。那么，如果他提出了这个协议没有得到执行的话，那么这些人并不买账，会认为他没有这个诚意，或者是没有力度来执行他这样的一个协议，会对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能力进一步打折扣。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协议他要想执行的话，他一定会对以色列施压。其实我最近已经注意到了，就是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已经开始反击了，就这个停火协议，就拜登本身，所以这对他是非常不利的，就是最后变成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东西。现在离投票还有5个月，他这个局面如果要扭转不过来的话，那这个就是要看以色列愿不愿意跟他做一些配合，愿不愿意支持他这样子做，因为他这个协议最终的停火协议最关键的是要得到以色列的支持，因为停火主要是以色列的停火，哈马斯现在攻击能力已经很小了。如果以色列表示我配合你大选，我暂停1个月、2个月，那可能这个事儿还有希望。说起来的话，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窗口要比拜登的窗口长得多，长得多。对，拜登现在特别着急，而美国他这个共和党的话，其实他们是很乐意看到这个以色列给民主党政府造成的这种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个对于共和党的选情是有利的。对，我们现在再来说特朗普啊，特朗普呢现在恐怕也是要背水一战了，他现在已经被判有罪，如果他能选上美国总统，一切都好说；如果选不上的话呢，就有可能身败名裂，下场可能是极为悲惨的。所以在巴以冲突、在加沙之战这个方面，他针对拜登会有什么猛招吗？王先生，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可能他也不一定有什么特别大的猛招。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因为特朗普跟拜登相比的话，他的政策呢，就是说更加机会主义、更加实用主义、更少道德的考虑，所以呢，他可能在这个支持以色列上可能更加肆无忌惮。那么，而且在这个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的考虑会更少一点。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在这2个方面他都没有太多的牌可以出，因为拜登政府现在也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施压，我们看就是拿得起来，其实一直放不下去的，他也做不了什么事儿。那么特朗普在这方面呢，也不可能比这个拜登更过头到哪里去。那么在加沙的人道主义考虑方面，这个东西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愤的。那么特朗普他还能做什么呢？他也做不了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呢，现在特朗普来讲，在这方面可以出的牌也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他的兴趣点可能也不是在这个方面。那么共和党当然国会是现在希望通过现有的这个资源，然后把拜登的这个和平协议搞黄掉。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就是对于美国呢，内塔尼亚胡现在也是一个拖字诀，整个的这个巴以冲突他就是拖下去。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给他提供更大的一个可周旋的空间？王先生怎么看？内塔尼亚胡现在很清楚，那你不管怎么批评我，你哪怕这个美国他断了一些所谓的这个武器装备，但是大量的还是给99%还是给我的，而且呢，美国对每年对于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还是不停的，所以内塔尼亚胡当然了，可能从他内心来说更希望董王来当啊，毕竟2个人私交关系还是不错的，政治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共鸣性的东西也比较多。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实际上对于我觉得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一个他能拖得起，另外一个对他来说，实际上谁当都无所谓，谁当无所谓，毕竟这个底盘在以色列和美国关系的底盘在。巴以冲突还在延宕，它的外溢效应最近愈加凸显。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日前表示，以军已经做好沿着以黎边界发动攻势的准备，并且正接近做出开战决定。甚至有媒体报道说以军可能会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对抗作为主要战场，将加沙地带变为次要战场。以色列会这样做吗？
王先生。哈马斯的冲突仍然在持续，但黎巴嫩真主党攻击实际上它频度和的烈度是在增加的。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如果它不进入到黎巴嫩南部进行一定的战术打击，那可能对它的影响还很大。但是呢，如果加沙的作战不能够告一暂停，预备役部队不能够和加沙地带正在进行作战的这个精锐部队进行一个轮换，那它恐怕很难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种短时期的这种巨大的这个军事进攻，那可能还是会保持一种现在这种相互袭击的状态。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最近以色列似乎也加大了对叙利亚的打击力度，通过空袭频频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所谓与伊朗有关的货运卡车、基础设施和人员等等目标。以色列这么做，他是想把伊朗给拉下水吗？王先生？我觉得他这么做呢，可能是有2个考虑。一个考虑呢，就是说对叙利亚和伊朗形成威慑，就是告诉伊朗，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手伸得长的话，我随时可以给你打掉。加沙的冲突很可能快到点了。那么希望在这个之前要把叙利亚的军事潜力给它挖掉，保持它对这个叙利亚的长期的这种军事优势。目前来讲是一种意志的一种较量，或者是扳手腕，但可能都没有真的要下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它的这个袭击模式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就是它的底线就是第一个，我要发现伊朗往那个地方要运防空武器，你只要敢部署在这个叙利亚南部靠近以色列边界，对不起，我就打掉。第二个，我发现你在偷偷摸摸的转移什么这个导弹呀，只要我发现他在这个叙利亚境内把这武器装备转交给黎巴嫩真主党，对不起，我也打。第三个，发现原来伊朗这个前线指挥官在这地方嘀嘀咕咕密谋什么事儿，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在这个地方嘀嘀咕咕弄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也炸。所以恐怕在未来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双方会不会直接交手。最近发生的最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胡塞武装打美国航母这件事儿，现在呢成了说不清楚的事儿。陈女士怎么看这件事儿？这件事情，美国已经陷入了所谓的自证的循环了哈。按理来说，在美国这个当年霸权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美国哪里需要自证啊？美国是在联合国拿出1管洗衣粉就可以直接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就可以出兵的国家。结果呢，现在变成了要证明我没有挨打。这个已经是这个今时不同往日了。美国呢，在过去呢，可能打造的是一个军事极度强大的这样一个神话，就像是一个神一般的哈，在中东地区存在。但是现在大家发现，神也是会流血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反而给了中东地区的反美力量一个强大的刺激。这个事情，我觉得它的象征性的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意义。就是你击中了还是没击中，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已经有中东武装派别敢于打美军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后续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致命的，对于美国的军事霸权的影响力是。您说的是致命吗？您用致命这个词吗？对，我用的是致命这个词。不仅是胡塞武装在打，是吧？之前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腾往这个美军的基地里面招呼，某种程度上确实美国它仍然很强大，但是在中东地区来说，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些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敢于去挑战美国的霸权。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确实是一个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我们知道美国是要战略收缩的，但是美国也不能够放弃中东。那么美国现在在中东到底还 hold 得住 hold 不住？陈女士怎么看？我觉得他是没有选择的 ，hold 不住也得 hold 住。就是美国，首先啊，这个美国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霸权。那么，如果你是全球性的霸权，意味着你要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你是不能够退缩的。中东很关键的是它是能源之地，还有一个就是美元的霸权是跟石油挂钩的。如果中东不稳的话，美元霸权的基础一旦动摇了，那么美国现在它这个霸权就要被动摇。所以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它其实没有多大的退路。他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的。一方面，他当然希望就是要抽身的，因为我前一段遇到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就讲，他说我们巴不得赶紧回来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不需要那里的这个石油了，我们为什么要待在那儿去流血呢？但是呢，他又不能再像阿富汗2021年从阿富汗抽身那样，就不管不顾的直接走掉，因为这样呢，如果不负责任的走掉的，会加速整个美国在全球的这个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的这个衰落，所以他必须负责任的离开。那么就必须应付包括现在的加沙冲突，包括红海危机等等，它是被动的在应付，而不是主动的在布局，这个性质是两样的。日前，巴林、埃及、突尼斯、阿联酋4国元首同期访华。
展现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密切合作的关系。对于中东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呢，中方也给出了中国的答案。那么，至于中国答案对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会起到什么作用？中美在中东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呢？首先，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在中东的问题上是一个很大的差异的。美国可能更多的是把中东作为一个角逐竞争的对象来看待，中国呢更多的是把中东国家视为一个合作的平等的伙伴来看待。所以说，在未来，我觉得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合作机遇必然是非常广阔的，也愿意欢迎在包括同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那么建立在这种共同的、平等的、信任的基础上，同中东地区探索更多的合作的空间。在中东的问题上，中国首先不是当事方，其次我们不是麻烦的制造者，我们反而提出的是一种和平的解决路线和方案。未来中国还是会继续发挥这样一种维持和平和正义的力量。主张中美在中东合作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消失，所以我个人觉得中东不应该成为一个大国竞争的舞台，而是应该成为一个中美共同合作共赢的一个地方。